就在4月4号下午，芬兰终于正式加入北约，这也使得俄罗斯和北约邻居增加到了6国，北约和俄之间的边境线长度增加了1倍。那么，在芬兰加入北约之后，会对俄罗斯有何影响？在芬兰成功之后，瑞典还会远吗？4月4号对于北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949年的4月4号，以美国为首的12个国家正式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在74年以后呢，随着芬兰代表在布鲁塞尔签字顿笔，北约总部也随之升起了第31位成员国的旗帜，芬兰正式加入北约。首先，芬兰和俄罗斯是北欧地区的2大邻居国家，双方有着1340公里的边境线。由于芬兰之前是中立国家，使得俄罗斯无需在俄芬边境部署大量兵力，只需要部署少量旅团就可，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设防。但是芬兰入北约后，那从北欧俄罗斯将直接面临着北约国家的包围，其边防压力一夜之间增加数倍。之前在俄芬边境上部署的2个旅决然是不够的。这不，从芬兰入约消息传出的那刻开始，俄罗斯在俄芬边境就有了动静。现在具体数量不明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就已经部署在其西北地区了。另外，俄国防部还在不断的调兵遣将，对北约彰显对峙的决心，这也势必会导致俄境内别处兵力空虚。而除了边防压力之外呢，芬兰加入北约后，最让俄罗斯难受的还是地缘后果。芬兰扼守着芬兰湾，北约部队可以直接部署芬兰湾，这一下子就直接掐死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这样的话，整个波罗的海就可以看作是北约的内海了。众所周知，波罗的海出海口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重大。为了争夺该出海口，18世纪俄罗斯帝国和瑞典王国多次大战，最终彼得大帝好不容易夺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但在300年后的今天，一下子被葬送掉了。这或许会导致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成为暗防部队，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海军实力。而在失去了芬兰这个中立国的缓冲之后呢，俄罗斯也相当于直接和北约短兵相接了。原本俄罗斯插入欧洲心脏的那把尖刀，俄罗斯的海外飞地加里宁格勒被包饺子了，几乎成为绝地。而俄国内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与北约直线距离仅180公里，更是处在北约的刀锋之下。美军的 F-22猛禽战机只需要5分钟左右就能兵临圣彼得堡。还记得在俄乌开战之初，普京给出的解释是为了防止北约东扩，挤压斯拉夫人的生存空间，而不得不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如今战争已经有1年多了，俄罗斯的行动不仅让乌克兰将加入北约刻入国策，还成功让老邻居芬兰也加入了北约，处境可谓十分尴尬。对于俄罗斯而言，芬兰并非一个想打就能打的邻居了。就历史而言，俄罗斯人在芬兰吃的苦头不亚于乌克兰和2战德国。更值得注意的是，芬兰在1930年代做的事儿就和现在乌克兰差不多。该国同样接收了大量欧洲的武器和援助，并且还修建了一条曼纳海姆防线，用于预防苏联。而苏联这边呢，做出的选择也和如今的俄罗斯一样，以西方势力可能会借到芬兰来进攻苏联为由，发起了苏芬战争。此战爆发于2战初期，主战场呢在芬兰这边。当时这个国家人口只有400多万，天气非常寒冷，再加上和苏联有超过1300公里的边境线，国土面积更是和苏联没得比，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国。但正是这样一个小国，让苏联吃尽了苦头。赫鲁晓夫在其秘密出版的个人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提到，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上百万人，而芬兰的伤亡人数却在20万左右。即便最终苏联获胜，但也是一场恐怖的惨胜。对于芬兰而言，这同样是一场惨痛的战争教训，至今仍深刻影响着芬兰的国防建设。由于芬兰与俄罗斯拥有1340公里漫长的边境线，该国非常注重陆军建设。目前芬兰陆军拥有超过700门榴弹炮和100门火箭炮，堪称全欧洲最令人生畏的炮兵力量之一。甚至在冷战结束后，当其他欧洲军队纷纷压缩军队规模的情况下，芬兰仍维持着不合时宜的庞大预备役部队。根据芬兰法律，该国所有18岁以上的男性都至少需要服半年到1年的兵役，此后他们将转入预备役状态。
在此期间，预备役人员每年需要进行军事训练，以保持作战技能。北约的评估报告宣称，依托这样的预备役训练，芬兰在短时间内就能动员28万士兵，这在现代欧洲是一支相当大的军队了。在武器方面，目前芬兰陆军拥有约100辆德制的豹2 A4和100辆豹2 A6主战坦克，102辆瑞典制造的 CV90步战车，以及110辆苏制的 BMP2 步兵战车。此外，还有超过800辆各式装甲车。而在火炮方面，芬兰陆军的优势更为突出。早在20世纪90年代，芬兰就装备了54门155K98式榴弹炮，使其成为欧洲第一个装备52倍口径155毫米牵引式榴弹炮的国家。去年，芬兰还决定从韩国增购一批 K9 自行榴弹炮，使其装备总数达到58门。此外，芬兰还从美国采购了升级版的 M270多管火箭系统，后者具备发射 ATACMS 战术弹道导弹的能力，最大打击范围达300公里。在空军方面，目前芬兰空军拥有约160架军用飞机，在北约国家的军用飞机数量排行榜中呢，这一数字也足以让芬兰排到第11位了。芬兰空军的主力战机由55架美制的 FA-18CD 大黄蜂战斗机组成。考虑到其性能已逐渐老化，芬兰在去年12月决定花费113亿向美国采购64架 F-35A 隐形战机，将使其成为欧洲最强大的空中力量之一。相比于陆军和空军，芬兰海军实力呢就有些薄弱了，仅有少数的武装快艇和布雷艇。但巧合的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实力也是俄海军4大舰队中最弱的，只靠着少数的导弹护卫舰来撑场面。在芬兰进入北约后，北约海军将会对俄波罗的海舰队造成压倒性优势。作为加入北约的一个组成步骤，芬兰在军事的部署上进一步进行调整，针对俄罗斯的倾向也会日趋明显。芬兰陆军开始将主要坦克和重装备向俄芬边境移动，而芬兰空军则公开宣称，在 F-35战机服役后，它的第一个驻地将部署在芬兰北部，距离俄罗斯北方舰队驻地摩尔曼斯克很近，直线距离只有40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芬兰用 F-35对俄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只要10几分钟就能飞到俄罗斯北方舰队基地的上空。此外，由于俄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驻地分别位于圣彼得堡的喀朗施塔德军港和飞地加里宁格勒，他们将面临被芬兰和瑞典分割而无法相互支援的危险。当然，以普京的性子，俄军在波罗的海的活动频率会不减反增，战略轰炸机和战略核潜艇会更频繁地执行威慑任务。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不过，相较于顺风顺水的芬兰，同一时期提出加入申请的瑞典就没那么好运了。按照规程，北约必须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土耳其方面曾和芬兰和瑞典签署备忘录，要求两国不再支持 PKK 组织，解除向土耳其出口国防设备的限制。此后，土耳其指责瑞典没有按照备忘录履行承诺，因此仅批准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表示瑞典仍有工作要做。到了4月5号，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再次表示，瑞典需要采取进一步举措，土耳其才会批准他加入北约。除此之外呢，匈牙利方面3月底也表示，匈牙利议会批准瑞典提案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不过即便如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仍会表态将尽快让瑞典加入。因此从大方向看呢，瑞典加入北约也是板上钉钉。而相较于全民皆兵的芬兰，瑞典的整体实力甚至还要更强。瑞典是北欧5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约1000万的总人口量，其现役兵力为 2.36 万，比例并不算高。但是瑞典在2次世界大战中能独善其身的重要原因，就是其自身具备相当可观的防卫力量，让对手在入侵之前呢，必须三思而后行。例如在冷战时期，为了应对苏联威胁，瑞典在整个冷战期间都采用了大规模征兵制度，所有符合条件的瑞典男子都需要接受严格的军事化正规训练，在高峰期间，全国85%的男子都需入伍服役。此外，瑞典修建了很多高标准军事工程，例如瑞典国内，尤其是中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大多都可以按照起降战斗机的标准修建。
瑞典在沿海以天然山体为掩体，建设了大量供潜艇、军舰乃至战机藏身的军事工程。后来在冷战结束后，瑞典军队才开始大规模缩编，并在2010年废止征兵制度。但是2014年俄军出兵克里米亚之后，瑞典深感不安。2017年，瑞典政府宣布恢复征兵制。因此，虽然瑞典当前只有2.36万的现役部队和3.13万的预备役部队，但仍保留有大批经过正规化训练的适龄人群。大兵估计，必要时，瑞典可以动员数十万的部队。除了能够提供大量兵源外，倘若瑞典加入北约，还将带来可观的国防工业能力。瑞典是欧洲少有的具备完整国防体系的国家之一，无论是海陆空都有拿得出手，甚至在全球都享有盛誉的装备。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国还曾秘密研制过核武器，其现代工业能力之强可见一斑。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出版的《全球军力平衡报告》，瑞典陆军装备了121辆瑞典版的豹2 A5 主战坦克，354辆 CV90 系列步战车，以及超过1200辆装甲车。瑞典空军拥有207架军用飞机，瑞典海军主力为2艘哥德堡级护卫舰、5艘维斯比级护卫舰和3艘哥特兰级潜艇。如果瑞典成功加入北约，其现役部队的规模和装备而言，在北约国家中大概能排进前10。但瑞典强大的工业基础隐藏着远超纸面数据的战争潜力。单从这个角度看呢，瑞典的综合军力足以和英法德等传统军事强国相提并论。除此之外，由于两个国家都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因此也都在自家境内建造了大批的末日工程。比如说，瑞典就曾在冷战时期建立了一个包括6.5万座掩体的系统，用来保护民众免遭苏联的核打击。据了解，这些掩体目前呢能防核辐射和核爆，以及化学战和细菌战。而芬兰在这方面也是不遑多让，光是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下面就开凿了500多个掩体，至少可以容纳90万人在避难。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罗斯是否会对瑞芬这两国采取具体的行动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